那么馆长到上海去了，他要6天行程了哈。那到底啊，这个他的直播情况怎么样？看的人不少，抖内也不少钱了。我们看一下。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10号抵达上海，入住的饭店房间居高临下，视野辽阔，但他的好心情都被恶意留言给打坏了。这个是假的，哇，那个太假了吧？怎么可能那么多人来送我东西？那个就是中共安排好的。一夜没睡饱，不过馆长照样走行程。11号一早，他先徒步前往上海知名景点参观，沿途不止台湾人要求合照。欢迎您到大陆。欢迎还有不少大陆民众也认识这位台湾网红，有大陆年轻人骑脚踏车跟着馆长的直播路线沿路追星，不过也有人刻意来灵魂拷问。陈先生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国人？有没有？所以说不止台湾，在我们大陆也是有这种要逼你表态的。对这种逼问，馆长说早有准备，但他依旧没有正面回应。这也是上海的知名地标武康大楼，可以看到啊，就算是平常日，也是非常多人来到这边打卡拍照。那么馆长在这边呢，其实有非常多他的粉丝跟着直播，直接追到这边，路途都有人要跟他要签名，还有合照。我看到陈先生昨天已经到了上海，我预祝他此行呢顺利顺心。资深媒体人透露，10号馆长频道直播最高同时上线人数将近27万人，赴大陆不到14小时，抖内金额就超过30万新台币，荷包满满。馆长这个很聪明哈。他一开始呢就打着和平之旅啊，要去见识这个大陆的这个真样貌。我不晓得馆长是不是受到了之前的时候那个美国那个网红甲亢哥哈，他这个游中国那个才是非常不得了啊，引起了这么多人的观看啊。而且呢，甲亢哥呢他的厉害的地方是在他坐高铁穿过了很多很困难的这个地形，但是他一路畅通维持直播哈，这个是很。这个不要说这个美国了，美国没有一条高铁，很多地方呢都做不到哈。那所以呢，甲亢哥呢就是带了一个很真实的这个中国的面貌呢，然后不管是在抖音啊，或在全世界里面呢，让大家眼睛一亮。如果说馆长是从这个方面得到启发的话呢，那我觉得馆长呢是做了一次很聪明的一个他所号称的这个和平的这样的行动啊。而且呢，特别是他那时候，他不是有27万人在那边观看吗？同上的时候27万，以馆长的这个实力啊，绝对不止27万。他自己的订户数就超过100万了哈，好像就是在那个直播上面呢有限流哈，有稍微挡了一下他的同看的这个人次。如果说他今天是在抖音啊上面来去看的话呢，要是做这个直播的话，我觉得以大陆的观影的人数以及对他的这个瞩目啊，大概很快就会冲破100万这个1000万哈。馆长这样此行啊，非常的有意义啦。那他今天呢到的这些的地方，其实都是就是中国最繁华、最指标性的哈，上海，然后他待会要到，然后之后他要到杭州哈。大家看到在那个上海的机场啊，那个非常的 fancy 哈，然后非常的现代化，这是上海，它是1级的大城市。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到中国大陆的那个3级的城市，好，我讲那3级的城市，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机场比我们的松山机场，甚至于比我们的国际机场还要好哈。所以就像是刚才世轩所说的，把这个中国大陆的真实的样貌呢，放到大家的面前，所以才会让绿营这么的胆战心惊。大家还记得在蔡英文选举的时候，那个馆长不是还特训那个国安的团队吗？所以一个这么绿底的人今天呢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当然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是在于是说，馆长我们看到他刚才在这个应对那个大陆的民众问他说你是哪国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回答呢非常的高明，而且是非常的有政治 sense。他说你看，不只是在台湾，在大陆呢也有是逼人表态是最糟糕的一个行径就是两岸的这个政治人物
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到各层的单位，还有这个小粉红哈，还有台湾的这些青鸟，一直不断的这个逼人的表态，这个是最糟糕的。馆长要透过他这次的行动，来告诉所有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民众，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呢，尽管不同，但是人就是人呐，哈，我们在那个交流上面或什么，哪有这么多的什么中国人、台湾人，然后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你只要怀着是一颗诚心的心，不去在那边找麻烦，不去这边故意的去制造事端，不去那边塞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的恶果呢，要别人吞下来，或者是说不要像青鸟在台湾到处的去捕捉，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在拍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在刺探什么样的军旗？你是不是什么中共同路人？你不要怀着这样子的有恶意的哈，去栽赃的这样的行径的话，人与人的交流本来就应该是平和和不带有任何的恶意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眼光的。我基本上两岸呢，因为分离这么多年哈，那70几年啊，各有不同的制度了。哦，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大部分人不喜欢大陆的制度，这是很清楚的。哦，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个可以自己选举，我们可以这个言论等等，我们喜欢这个制度，但是你也不能够不注意到它的建设的进步，就是说它的制度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也有它的成就，也有它的成果。哦，从中国以前那么穷啊，一穷二白，很可怜啊，很惨啊。我记得3、4年前，我记得美国一个杂志登说，当一个大的集会几万人，每个人都有打起伞来下雨的时候，很多人就热泪盈眶，说以前哪打得起伞啊？就是说，这就是你也不能否认他在各种建设，你也可以说，因为他这个人治，他是这个比较专制，所以他建设比较快，也可能是。对不对？像我们这边要盖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反对我那个反对，补偿费怎么吵半天，搞了半天搞不起来。的确，它这制度有它的缺点，所以我们不喜欢，但也有它的优点。所以知己知彼嘛，你不能把自己头埋在沙里，就我假装看不到你的长处，他可能没有，他的长处你也可能没有，彼此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才是你两岸之间你必须要了解，你不能假装不了解啊。对，川普那么跟美国跟大陆搞得这么这个敌对，川普还要跟习近平通电话，还希望跟习近平见面嘛？这两件事情，你把台湾就把它混在一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就是反正我不喜欢你，你就该死，然后其他我都不看，这其实不对的。而且事实上，他那么大在你旁边，你怎么能够忽视他呢？好吧，沈伯洋最近很红，我们看到底怎么回事。国民党如果不改，这些亲中者他们一个都没有票。对，就像这一次的选举。会给他们狠狠的一个教训。要国民党自负亲中后果。2021年总统大选前1个月，跟沈伯洋合体直播，当时的馆长听得频频点头，殊不知5年后近乎反目成仇。熊猫学院就熊猫学院，中国台湾就中国台湾，所以我说他就是个草包啊，草包你懂吗？这些人来治国，我呸！直播通把沈伯洋将近半个钟头，一切都是因为沈伯洋父亲被爆料，贸易公司登记名称中国台湾，主要贸易对象也是对岸。沈伯洋父亲兆易有限公司高达19041笔的交易，近75%，他来自中国。曝光沈伯洋父亲公司登记地之后，蓝营10号再揭露其贸易记录与大陆交易高达75%的比重，总体的贸易额上看17亿，变成省17亿。不要再跟我瞎扯，你是中南美洲的全球商人。徐巧芯委员刚刚走过来挑衅说什么中国红熊我们不能够一概的把人当作是中共同路人。但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量的抹红台湾人。而听闻这项消息，昔日友好的馆长在登基附录前，也不忘再酸几句。这一趟就是我要向我的偶像沈伯洋先生的爸爸看齐。你看2019年我多相信他们，那时候我的店还被统促党砸大便，我为了民进党付出多少？赚中国钱不可耻啊！问题是他每天追着人家打。变成统战的样板，那就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效仿我爸爸？那很抱歉，那你就请你提这个皮箱到非洲、到中南美自己打拼。昔日好友，如今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好吧，国民党说这个他的爸爸沈父沈伯洋的爸爸呢，3月还进口了
93吨大陆的商品，我想到进口不是进口到台湾了，是进口到中南美了，从大陆这个出口中南美进口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今天几个主要媒体头版都登说共谍哦，泄密了22年，检察官求处重刑30年，这个刑是蛮重的了哈。所以现在包括黄曲荣、邱世元哈，然后呢这个何仁杰、吴尚宇哈，另外盛楚英还在侦办当中哦，把这个吴钊燮我们外交部的各种机密啦，哦赖清德从副总统到总统的各种的机密啦、行程什么都告诉大陆哦。那在野党说，为什么吴钊燮不查呢？你现在都查吴钊燮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查呢？哦，媒体上还说吴钊燮还赖着不走，这在外国早就滚蛋了哦，现在还在那边哦，还有各种理由哈，到底怎么回事哈？来，志强。其实从馆长到那个沈伯洋哈，其实看了我是很多感慨。我先从沈伯洋说起啊，沈伯洋现在多了很多的绰号嘛，新的绰号中国红熊嘛，红孩儿嘛，熊猫养大的红孩儿了哈。然后还有什么？他的爸爸是中国熊爸爸，不然就是那个中国城哈。可是今天为什么大家是用这些方式来看待你沈伯洋？咎由自取这4个字送给你啊！你是他刚才在节目讲说，不要把每个人都看成中共同路人，在你的眼中，几乎只要跟你立场不合的人，全都是中共同路人。然后用你的标准，我讲一个那个沈伯洋在1年前《自由时报》的访问，他讲什么？他说中共可能会威胁在大陆做生意有妻小的人让他们在作战时赋予任务，背叛国家。那我就要问啦，中国熊爸爸在大陆被传出有小三，会不会被中共威胁来背叛国家？他还说这几十万人，对高风险群的几十万，就是包括台商啊，还有陆配啊，还有包括说在大陆可能有妻小啊，诸如此类的他说这几十万人的高风险群台湾要有应对中国的作战中心进行控管。今天我就要问啦，沈伯洋，你是用什么标准看待别人的时候？今天现在人家还用你一点点的，不是用你那个标准，是一点点的标准来看待你的时候，他就是好像是觉得全世界对他不公平一样那我再回头讲馆长，我说真的，我现在有空我就会打开馆长的直播看其实我看的是我很感动啦。为什么？你说两岸之间就是因为像沈伯洋这样的双标仔中国红熊仔。搞到今天两岸之间仇恨对立到无以复加。你知道仇恨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不包容嘛，不包容是来自于不认识嘛。那仇恨的终点是什么？仇恨终点就是战争啊！仇恨终点是什么？两边仇恨到最后，我不能容你，你不能容我，我非歼灭你不可，你非歼灭我不可的时候，那除了战争，你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啊！兵凶战危源头不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今天看馆长去上海直播，我会感动？馆长去上海直播就是一个核心，让你认识嘛。他是全程这样直播咯，抱歉要谁来跟他踢馆挑战，全部都播进去就全程直播。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先认识他，你再评价他，认识才能创造包容，创造包容才有创造所谓的两岸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刚刚我们来宾都讲过，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我们不认同嘛，我们就是不认同啊。但是不认同不等于两岸人民要是仇恨对立，也不等于是今天你所有你的城市软硬体建设的进步，我要通通当没看到，通通否定啊。可是就你中国红熊是一天到晚在否定别人嘛，你把所有几十万人说要管控，他最近还说我造谣，说什么？他说他监控陆配，当时他说这段话是所有媒体都骂他说你这种做法很恐怖。他现在可以回头否认他讲过这句话，说这叫造谣。你去看，而且《自由时报》专访，你去告《自由时报》嘛。所以今天有中国红熊这样的人存在，两岸之间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是很感谢馆长啦。我觉得开创一个可能性，让这个所谓的仇恨有机会透过认识跟包容慢慢化解。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有消息出来了引起大家的瞩目。交通部今天正式宣布，台铁董事长由高铁的董事长郑光远去接任
然后呢，高铁的董事长史哲去这个担任。另外呢，观光署刚才也提到陈玉秀这接任大家最瞩目还是高铁董座了。高铁跟台铁有什么不同呢？高铁董座一个月薪水39万了，台铁董座一个月薪水19万还不光是这个，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而且高铁之前它各种这个接触的厂商其实蛮多的那所以到底怎么样？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这个双酱牛肉，是不是能够推出一盘好菜洪孟凯说史哲为什么能去接高铁呢？因为他常搭高铁，那常搭高铁就可以吗？就可以当高铁的董事长嘛那更长。民进党是说了，让史哲接高铁，他的主要任务是高铁要南延将来要从高雄延到屏东要征地了征地呢，可能民众会反对了，所以他去了但问题他的专长不是征地他以前搞文化嘛那前交通部长陈建宇说，派一个大西瓜空降，这是政治凌驾专业因为高铁还是有专业的以前的这个总经理董事长基本上都是有专业的那所以呢，除了之前这个什么芬兰大使了等等那现在高铁又加一个所以呢，对专业体制的背叛就是完全没有专业性那另外呢，国民党就点名了比如驻芬兰大使林长佐、驻英国公使江雅琪、交通部长陈世凯、外交部长林佳龙、劳动部长洪申翰、国防部长顾立雄、监察院长陈菊高铁董座史哲，认为这些呢都是酬庸特别是外交系统，我们看到很多外交系统，职业外交官还有 ABC 要到轮调这些国家很辛苦的，那么这派出去都是什么东欧北欧什么好的地方等等所以呢被认为说实在是不公平的来我们看一下。车牌 ASF 开头的黑色轿车停在红线旁边等人，接着走出来的是时任文化部长史哲本人。台北市议员洪安庭10号脸书丢出3张照片，点名史哲在部长任内下班时间去推拿，为何使用公务车？史哲担任文化部长的期间，在上班日的下午5点半搭公务车去推拿诊所，而且据我们的资料，不止一次。我会向北检和监察院通通都来告发。质疑违法，议员扬言告发，但1年前的照片怎么现在才被公布？在盘点近期被跟拍的官员，先是搭乘公务车送宠物美容的监察院前秘书长李俊毅，与疑似滥用公务车的监委苏立琼、林玉荣等人，后来又有民党立委吴思瑶、沈伯洋等前往火锅聚餐搭乘公务车，如今轮到史哲。如果李俊毅要为了滥用公务车而下台以示负责的话，那么同样的史哲还好意思再去做高铁的董事长吗？难道以后要从滥用公务车变成滥用高铁了吗？原来挑在这时间曝光照片，就是因为史哲确定接掌高铁，赤裸裸的酬庸高铁的董事长很香很肥民进党内部派系的角度来讲，是占了一个大肥缺承认文化部长的史哲过去历练丰富，包括高雄市副市长、文化局长、新闻处长、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但交通似乎不是他的擅长。赖清德政府他用人不为才，为派系，这一切都还在程序当中啦那我们尊重程序的流程，那我们也尊重不管是台铁公司或者是高铁公司的这个公司治理那在程序走完之后，我就会正式来向大家来报告。力抗群雄将成为39万月薪的高铁董座，台面下暗潮汹涌。那位置怎么看？好，在讲史哲的议题之前，我想要先回应一下刚才前面几个题目。看到馆长，刚才世轩说他看到馆长影片当中，有看到这个中国大城市的进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否认。好，那但是我从馆长影片当中，我看的角度跟世轩的不一样。我看到馆长的影片，第一个他证实了中国并没有网络自由。我也从馆长的影片看得出来，这个刚才问题都不是馆长怎么回答，他是哪一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发问的人在现场立刻就被带走。所以看到的是，这中国的政府，这个共产党，他是在监控人民的。对不起，另外一个，让我先把这边讲完。被带走那个人是馆长的助理随扈，没有关系，并不是中共的人，这很清楚。那另外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从整个影片看得出来，共产党他是有意识的在做文宣统战工作，但这是我看到的部分。但从馆长的影片当中，我认为他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现在中国是贫富差距加剧，也没有看到说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其实危在旦夕，更没有看到现在中国内部有非常严重的人权打压了哈。那我另外想要回应一下，刚才卢翔委员有特别讲到这个军人加薪，因为要提升这个军心士气。我认为无论哪一个政党来重视国军的福利都是好事，所以我补充一下哈，民进党在107年、111年、113年，还有今年的4月，都多次做了军公教的调薪，总共有14.7%。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这么多委员哈，这次这个积极来帮军人加薪这件事情，我不禁想要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回去看一下国防部副部长柏宏威他之前的发言。他说，对于军人士气最大的打击就是目前国防部的业务费被删除了20%，被冻结的30%。他说，对于军人而言，连400块的杂支都不能够用，这个对军人来讲情何以堪？所以这么多委员坐在我的对面，那我也希望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国军真实的声音？马上让国防委员会来打脸。这个部分柏宏辉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马上就已经有告诉他，现在他讲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不可取，因为他非常清楚，因为一开始大家有提案，可能在院会的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联合提案的时候是有一些煽动，可是到最后其实是已经有解开。最重要的这一次的煽动，我们是国防预算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6400多亿，它总共只被删了80几亿，其中有一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跟美国买无人机，他们的发价数只有55亿，可是我们却编了115亿，所以其中60亿本来就应该要回归国库。那其他的删减数其实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所以他连400块的那个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费不能用，那是非常可耻的说法。所以我想后来他们根本就不敢再讲这样的话，包括有一些出国训练的费用，刚开始他们也说这个会影响到出国训练。事实上，出国训练在前一个年度总共编了5000多万，可是却缴回2000多万，将近一半的费用。这个原因，我相信国防部自己非常清楚，所以在今年到目前为止，还包括多目舰队都已经出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说明清楚的。我还是要讲，我也忍不住要讲啊。国防预算6400亿是今年的，他接下来马上再提特别预算了。马政府的时候，平均国防预算3000亿，你多2倍不止。你跟我讲400块业务会发不了。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我也佩服你们的能力。我直接讲啦，没有能力就不要做了啦，没有能力就下台啦。6400亿跟我讲400块业务费发不出来，冻结预算，哪个政府在我们哪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审查时没冻结过预算？现在几乎所有预算几乎大都该解冻的都解冻了。但你今天讲删除。那意思是，民进党你就要今天30兆的国防预算进来，我们立法委员都不能删吗？跟委员报告，用就是用在当用之用。可以删预算，当然可以删预算。你刚刚讲我没打岔哦，我现在只要讲一句讲数字就知道，这种谣言太多了。就像说造谣我们国民党去删长照预算，结果你不告诉我说卫福部预算比去年多300亿，长照预算1毛未删。那到现在为止，罢团在罢免理由上还是写我们删长照预算呢？那个是谎言。对啊，我在卫环委员会，他是卫环委员会啊，他是国防委员会啊。照顾的军长那个，你有为民进党辩护的那个义务啊，我不怪你了。但是你今天跑来碰国防委员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选择。业务费非常清楚的东西。我们要讲说不是删除总额的问题吗？我们今天就问任何一个县市，不要讲国防部。我们地方政府哪一个单位可以接受业务费，也就是水电、瓦斯、保险被删10%就好？没有人可以接受啊！我们今天在新北市就讲说可以被接受业务费。民进党议员同仁，我们一起审预算的时候，他就在讲说我们要节约能源，你们这电费太高了，对，这个要处理。后来都没有删呢，不然我们一起提案，业务费新北市都投30%，要不要？
被戳破。刚刚委员这个军事预算直接戳破，我也必须帮馆长讲个话。网络上都在讲说，你看马上被中共抓走，不好意思哦，只要认识馆长的人都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助理，那个人是他的助理，并不是什么中共什么特别干员之类的。所以网络上这些造谣也不用特别干员啦，我们整个都看到国台办都有在配合嘛。对啊，我是要讲说，你2分钟的发言被所有人都打脸了。现在再回来。好，那么现在因为地方补助款被删了哈，所以他们想要去这个诉愿啊。卢秀燕之前曾经说了，说哎呀，这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高很丢脸了。可是呢，现在也忍受不了了啊，因为只剩下最后2天了，所以呢，你诉愿有一定的期限啊，不能够超过那个期限啊。所以呢，最后2天，卢秀燕说他们在准备法律文书作业啊。如果中央没有回心转意，中央不会回心转意的啊，会在16号之前提出诉愿。但是呢，他对诉愿结果也很悲观。为什么？你诉愿向谁诉啊？向行政院诉啊？行政院砍你的预算，你向行政院诉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卢秀燕说，法院是执政党开的，大法官是他们的人，不管是诉愿或是诉讼哦，你诉愿打不成，就要再往上走行政诉讼嘛哈，或是释宪，结果都很悲观哦。只是说呢，我该走的我要走，还是要走，但是呢，结果并不乐观哈。那卢秀燕说，不采取法律行动，就对不起台中市民哈。另外呢，因为这个行政院长说我们删你的预算，只是轮回说你删我删你哦，这是轮回。外界说你这个用词不当嘛。总统台说，我哪有失言？我没有失言啊。哦，说几个主导删减预算的立法委员恼羞成怒，无济于事哦，就是轮回哦。地方首长希望呢，你行政院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哦。所以你不是只是行政院的民进党的行政院长，你还是整个全国的行政院长哦。所以包括劳健林、张正正、徐榛蔚、侯友宜、王惠美都说你赶快回头是岸了哈。那媒体评论就说，国民党主政的时候能够不分颜色，民进党做不到吗？他就以吴敦义做例子哈。吴敦义当年行政院长的时候，行政院编列的灾害补助预备金有结余，就有人就建议说，干脆分给国民党执政现在就好。那吴敦义不同意，吴敦义说，行政院是国家的，不是国民党的哦，所以呢不能只独厚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长哈，所以不可以哈。其实我自己当环保署长也是这样，环保署编的预算大部分都是补助地方了哦，这个100-200亿的预算，基本上我不分蓝绿的，只要你愿意做环保，我就补助你。就这个样子啊，哦，冯浩如后来当时也是，只要你地方管你蓝绿县市，你找到土地，你100坪，一座冯浩如30亿，我补助你。如果不是当时盖了这么多冯浩如，今天台湾满街都是满谷都是垃圾啦，垃圾大战了啊！只是因为现在已经用了什么3-4年了，所以有些要补要修理的呢。我是觉得你当了中央官员，你就心里不要有蓝绿的，地方愿意做得好，你就补助他。这促进地方人民的福利嘛？为什么不做呢？我们看一下。如果在6月16号之前，中央不能够回心转意哈，那我们会在截止之前，那提出行政诉愿。那如果行政诉愿万一我们不利的话，后面还会有行政诉讼哈。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对诉愿的结果跟诉讼结果我是悲观的。法院是中央政府民进党在开的，然后呢，大法官是他们自己人，所以虽然对于结果我是悲观的，但是我们必须依法走这样的途径，因为维护我们台中市民的权益，身为市长必须这样子做。志娟，这个卢市长身为地方的父母官，他当然必须要去对他的市民负责。那采取法律的措施，虽然结果不乐观，我相信不是只有卢秀燕市长不乐观啊，所有人看到前面的案例都知道结果不会乐观，因为基本上现在你不管是用任何的诉讼方式，到最后的结果都是鬼打墙。但是身为地方父母官，这是他应该要去做的。我必须要讲的是，其实我们最前面在讨论到美国川普跟这些州长的状况，回头看是不是在我们国内也很像这样的状况？卓荣泰院长可以身为院长讲出说，只要你们的这个区域立委是支持我们的，你们的地方补助我们会加以斟酌。这个换句话讲回来是什么意思？你支持我，我就给你钱了；你们的立委不乖，我就不给你钱。可以这样子吗？
你今天这个担任了中央的行政院长，我觉得你就是要不分党派。其实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们扮演议员监督的角色，扮演立委的角色。可是当你今天做了中央执政党之后，其实像总统一样，你是要超越党派的。可是我们看到所有现在中央的措施来修理地方，其实地方是非常非常辛苦。我们新北市不要讲别人，新北市就好。其实这个地方补助款拿来盖这些警察的厅舍、消防的厅舍，甚至工程都已经准备要剪彩完工了，要结款了。好，现在突然间你要删掉这么多的钱，那新北市政府他要自己去调拨别的钱来去补足这样子的预算缺口，所以我认为用地方来威胁这些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是非常不恰当，而且重点是，如果说这是你唯一去对抗在野党的方式，那没话讲，你有千百种处理你预算的方式，但是你选择了一种对抗张力拉到最高，而且最不恰当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央要好好思考为什么？因为过了今年还有明年，你过了明年还有后年，难道你每一年的预算都要这样处理吗？还是你期待就是大罢免把所有的蓝委全部干掉？如果是这样，那问题解决了。但是如果没有，你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永远在这样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玉敏做过副市长，台中。我真的看到这个卓荣泰院长他去大砍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这件事情，真的是彻底彻尾的错了。因为我担任过副市长，这一般性补助款其实很多都是用在教育社福上面，然后社福上面就是一些比较弱势的人。而且法定规定只能用在4种地方嘛。对，那所以你今天一砍，坦白讲，你以为你是惩罚了这个该市的市长吗？副市长吗？虽然你惩罚是人民啊，这些弱势的民众他拿不到这些钱。那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院长，我们说，最高的行政院长，你要爱民如子啊，你应该要更体恤人民啊，你要苦民所苦啊。结果你做的这个行径，你是在惩罚人民。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难怪这么多县市首长群起而抗之，打诉愿争取到底。我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你违法在先嘛，而且你砍了一般性补助款，这是你应该给的钱，你怎么可以自己说我要砍25%就25%？你这个叫做独裁这样就是彻彻底底的独裁啊！更何况我要讲的是，人民的纳税钱，我们国家的预算，是你民进党口袋里面的钱吗？不是吧？那你怎么可以？你说颜色跟我一样，挺我的，我才给你钱，我会想办法给你钱。这个逻辑上也出现很大错。你不是说你都没有钱，是要砍25%？那么突然又回过头说，你挺我的，我会想办法再生出钱来。那你到底有钱还是没有钱？我觉得这样子的治理下去整个国家会非常的错乱。因为你拿到执政权之后，你把它当成一个斗争的工具，跟你立场不对、颜色不对，然后你就是用这样对抗的手段，然后臣服于你的，你说你乖乖听话的，那我就给你糖吃。你这个是在治理吗？难怪这个蒋万安那么怒啊！你这个跟帮派有什么两异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再治理这个国家。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好吗？不要沦为帮派治国。那文俊伟。其实，卓荣泰院长他讲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失误，尤其其实现在已经经过了大半个年度，那你后面的钱，你把所有大家各个县市的钱，你把它要集中给只有听话的这些县市，事实上他们根本用不完，他也不知道要用在哪里，这个又会出现像之前可能几千万可以做出来的这些运动场馆，结果他就花了12亿，结果到底做出什么东西来，大家都会看到真相。当你所有的，这是各个县市在上个年度，我相信议员也都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预算在地方早就都已经编好了，而且这个刚开始说的，那你想很多社福、教育，还有这些弱势的这些相关的预算以外，当他们拿不到的时候，他们到最后的怨气还是会回到中央来。不要以为所有的都可以把它擦脂抹粉就可以把它掩饰掉。我觉得这个，而且是拿人民的所有的福利在开玩笑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政党应该有的一个作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就拿如果现在赖清德他还是台南市长，我就问赖清德，你能接受国民党的行政院长讲这种话吗？跟强盗土匪到底差别是什么？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要过去买路财给我留下来，看我高兴。直接白话就是说，你今天在野党的立委，你敢像刚刚魏慈讲的，你敢监督我的预算，
我告诉你，我删你地方县市，你们后面地方县市的预算，一般性补助我就砍你。我执政党的立委的县市，我护航，我今天保价，我执政党县市的预算我就给你多一点。哎，什么时候今天家天下啦？然后赖清德你还真的就当皇帝啦？这些钱不是民进党的钱。这些钱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在宪政上有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包括2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行政的自主权，还有包括什么财政的自主权。一般性补助款不是今天你的恩赐恩赏，你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没有这回事。我还是问卓荣泰，如果今天赖清德还是台南市长，有国民党行政院长跟你敢讲这种话，你觉得赖清德会不会率众到总统府抗议包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民主素养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曾丽文今天成立了党外在野大联盟哦，那有反正就是老中青、左中右，反正是很光谱很广，不同的人了哈。那他们说要以党外的精神守护民主的防线啊。那当然，郑立伟是强调说，不是为了大罢免，那大罢免2个月结束我们就结束了吗？哦，但是中间有一些人还是认为说大罢免很重要了哈。那赖清德是说郑立伟说赖清德塑造内部敌人，就是台湾大家本来团结都来不及的啊，然后自己内部分裂，就现在这个罢免造成内部敌视的情况真的非常严重。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以前真正的选举的时候都有候选人嘛，所以基本上是我喜欢我的候选人超过你，所以我支持你。当然也有这个不喜欢你，所以投他。那基本上是我讲自己的候选人多好。那现在没有啊，现在只有一个就被罢免的人啊，一定要讲他坏到什么地步才能罢免嘛？所以就变成说，哇，整个社会对立这个情况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而且这是一种仇恨动员。哦，但是你要知道，恨的力量是比爱大的。我们常常讲爱很重要，爱很重要，没错，恨的力量其实比爱大的。你就看那些就是爱人分手，爱的时候爱的死回来，恨的时候恨的像你想念，然后你死啊。所以呢，现在罢免就是用仇恨动员。那馆长，因为馆长今天到上海了，所以他拍了一段影片啊，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被对待啊？”所以馆长呢，因为他也被骂得很惨吧啊。黄国昌说呢，民间看不下去民进党专制独裁了啊，所以他们党外成立一个在野大联盟啊。那今天还有一个人，我在讲话的时候，一个人来闹场哦，那就说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然后出去，然后大家安静，大家不要激动，你这种人会被打的，我叫他激动，大家坐下，不要激动哈。而且我说这要民主风度嘛，对不对？你赞成不赞成别人意见，你总是人家在开会，你跑来闹什么意思？这如果是民进党的场，有一个别人敢来闹，会不会怎样？要合一戏，电打死了哈。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把他拉出去了哈，也没有打他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委员说不应该用党外的名词了啊。那说是为大罢免添柴火哦，说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籍，其实不是哦，因为其实很多都不是国民党籍，很多是原来亲民进党的哦，很多是原来是反国民党，其实都有了哈。好吧，我们看一下党外联盟。党外集结，独裁终结。手举白玫瑰，高喊要对抗赖政府。党外在野大联盟正式成立，20几位发起人以前立委郑丽文为首，战世代以这回的罢绿青年为主，不少蓝白立委也都到场支持。所以从我们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来自于广大不同的政治光谱，不是专门为了大罢免成立的啦，因为我们不想要只成立2个月。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关键的3到5年，只是活动进行到一半，却有台派抗议，痛批他们是舔共集团，一度想要冲到台上。反对舔共集团，抗议卖台主张。反对舔共集团，抗议卖台主张。摊开发起人名单，北一女老师欧桂芝、前立委郭正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世成，让外界质疑这个联盟是否立场亲中。但我个人不觉得这个名单所谓的亲中，馆长。或者是这个许多的这样施正峰老师，他们都是常年支持民进党的，怎么会有所谓的亲中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扣帽子了。不过发起人之一的馆长没出席，或许是怕被质疑不够支持，也录影片祝福，喊话联盟是要为2026跟2028蓝白合作准备。本人呢是非常力挺
这样的活动，在野的整个大合作，我们一定要从这次的大罢免不成功，一直到26年的选举，到28年的选举，我们所有人都要团结起来。但是馆长前一天复录前说，大陆不禁止翻墙，只是需要多付 VPN 的费用，引发网络热烈讨论。这个也是馆长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哦，说这个其实不用翻墙，但是要用 VPN 哦，用 VPN 就是翻墙。我们不希望现在有网红如果到中国，结果到最后也是在替中国的人权侵害洗白。在野大联盟喊话别扣他们红帽子，但恐怕一言一行难逃被放大检视。哪位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哈。那我想任何人要组什么大联盟，要组任何政党，那其实都是大家自由。那当然，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说，那这些人为什么要特别再成立一个这个大联盟？因为看起来他应该目前的理念是跟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看起来是蛮相符的，还是说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肌肉不振到这些人只好另外再组一个在野大联盟嘛？那我不知道，那民众党的角色是因为现在黄国昌一个人霸占了民众党，那所以这些人也只好再另外组一个自己的大联盟，然后想要在这个舞台上面有所发挥。不过再次强调了，我想台湾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好，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批评跟指教。谢谢。来见。为此啊，是属于民进党，你是新潮流的嘛？是年轻的一代哈。你讲这些话，我觉得也就算了哈。为什么叫党外？民主靠制衡，制衡靠党外，这是谁喊出来的？是林正杰喊出来的。张俊宏，所有的这些在当时真的是在党外为了民主坐牢的这些人，张俊宏今天为什么要站出来？他是因为本来林正杰他本来今天要出席的啦，后来这个南方硕过世啊，林正杰他太难过了，南方过世他，所以今天他用书信来表达。今天所有的民进党在位上的这些人，你们之堕落到让这些民主老前辈看不下去。史哲，大家讲什么？他是花妈的什么爱将？他就是新潮流的爱将，他是史英的儿子。他那时候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在廖永来当台中县县长的时候，他就当他的机要。新潮流就是一个呢，在党内呢纪律最严明的。今天你没有官位可以，没有选上，没有官位可以做了，我就让你去国外去读书，就是梁文杰。好，你今天呢只要不叛流，你继续的留在这个新潮流里面去的话呢，要官给官，要什么就给什么。然后还有人来负责呢筹组这些经费。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陈水扁呢第一次那时候当那个总统的时候，新潮流位居于政府高位的人，有实实在在的案例。我告诉，就是贪赃枉法啊，拿了多少好处？我讲了，我点名这谁跟国民党的什么人已经不在政府的单位了。然后谁中间呢串联拿了多少的好处？我告诉许信良许主席一句话都不敢，他主席不相信。他说这些人他们虽然跟他们的这个路线不一样，对于两岸政策路线不一样，但他不相信他们会拿钱。到今天，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党？赖清德去用到史哲当高铁董事长，这就是新潮流帮派化呀。林昶佐这样的人可以派出去，所以今天你看看郑丽文那个党外的那个名单，有陈之汉，有陈培哲院士，有冯建三，有施正峰，有老党外，有郑春琪，还有很多很年轻的，我根本叫不出名字来的，现在在这个第一线上面去从事那种去反对民进党这样子的违法乱纪违宪乱行的这样子一个政党。民进党这个政党没有道德底线，他的无耻没有下限，大法官、行政院院长、司法体系所有的东西通通介入到整个的行政的体系里面来，在操作大罢免。今天民进党还好意思去讲说什么？哎呀，你们凭什么用党外？凭什么用党外？就是你们这群人，这些不孝的后代，让这些人才要站出来号召党外的精神，堕落到一个地步了。其实就是刚刚那个乃金讲的民主靠制衡，制衡靠党外。
可是你现在看到今天为什么民进党什么叫堕落？民进党现在新信念就是消灭制衡嘛，他新信念就是用各种方式消灭制衡。我常在讲啊，台湾5个民选总统，有哪一个民选总统以总统的名字下令他的党中央全台发动大罢免，消灭所有民主制衡力量？只有你赖清德做得到啊，陈水扁、蔡英文都做不到啊。然后哪一个总统哈，你上来1年哈，风风火火，光国民党的党工被抓了100多人呐，100多人全从南到北，10几个被关起来，包括台北市党部主委，包括那个台南市党部副主委，包括基隆市党部主委，嘉义县也全部抓起来。有哪一个总统做得到这件事情？也只有你赖清德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像制衡力量危如累卵啊？为什么有些有志之士要出来成立党外的一个大联盟呢？因为今天台湾已经倒退到说比民进党那个时候的党外，他的前身党外民主还要危难的时候啊！你叫这些民进党的一些创党党外时期的前辈看了要不要哭啊？当初被民进党拼到最后拼出来的东西，就民进党现在是怎么样的堕落，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蓝玉敏，我觉得会有这一些有志之士他们站出来啊，成立这样的一个在野大联盟，就是对于现在当今的执政看不下去了嘛。我们看到司法是如何被滥用，变成是追杀政敌的工具。我们看到整个行政体系如何的酬庸没有极限，毫无专业的人他可以空降，他可以成为部长，然后一点外界的检讨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所以这一些种种的乱象才会激发起这些人必须要站出来。结果你看到民进党是什么态度？嘲讽啊！哎呀，你们这个可能就是什么不是主流里面的人啊，或者是直接就贴红标签。哎，你们是不是亲中的团体？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没有看到真正的民怨，就是民怨很高涨，这一些人才必须站出来，然后要做一点事情，希望可以救这个国家。啊，中华电信被撤销安全就是凭证的信任，这个已经是国际的这个耻辱。那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民进党其实都是用自己人，而且都是非专业的。刚刚我们说到，民进党说，台湾是民主国家，过去这几年是，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包括国会、包括媒体、包括司法，已经在堕落。